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绑架案，但抓捕行动却成为英国犯罪史上出动警员最多的追捕计划。原因是在案发半年前曾发生过一起类似的案子，结果人质遭到杀害。那一次警方在与绑匪的猫鼠游戏中惨败，绑匪的反侦查能力非同寻常，这说明他可能不是普通人，并且他在事后还给警方写信，强调他对被害者的人道主义以及他的专业性。他的种种行为对警方是赤裸裸的挑战。但无论绑匪如何修饰，对于警方来说，他只是一个凶手。所以这一次，英国警方从各地调派精英探员协助调查此案，希望能一雪前耻。这就是今天所要讲述的斯莱特绑架案。1992年1月29日晚上，伯明翰警局灯火通明，上千名精英警员正在执行一项秘密计划，他们的目标是抓捕一名绑匪。事件要从1周前说起。凯文·瓦茨是伯明翰大巴尔地区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的老板。1992年1月22日中午12点左右，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一封信和一盒录音带。录音带的内容是一段留言，留言者名叫斯蒂芬妮·斯莱特，当时25岁，是中介公司的销售。他说他在见客户的时候遭到了绑架，如果按照绑匪的要求做，他将会在1月31日星期五被释放。所谓绑匪的要求则写在赎金信中，信中要求凯文支付17万5千英镑现金，现金上不能有任何标记，并且不得报警。赎金信充满调侃的语气，在暗示绑架者正在玩游戏，而斯莱特就是游戏的筹码。信的最后一行是带有下划线的警示，你已经被警告，他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中。但是被绑架者是女性，而绑匪却用 his。 正是这一用词让警方联想到半年前的另一起绑架案。1991年7月，一名18岁的利兹女孩朱莉达特被绑架。朱莉和她的母亲以及弟弟住在利兹，她是一个外向的女孩，有着长跑的天赋。她曾代表西约克郡参加中长跑比赛。但在朱莉的男友多米尼克收到一封信后，一切变得糟糕。信中，朱莉告诉男友她被绑架了。与此同时，另一封信寄到了利兹警局。在信中，绑匪要求警方支付14万英镑的赎金。信中提到女性人质时同样用了 his， 而且邮戳和这次是一样的，也是亨廷顿邮局。这不会是简单的巧合，而且写信用的笔和笔记也非常相似。朱莉绑架案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绑匪竟然向警局索要赎金，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做的事情。绑匪给出了交赎金的地点和时间，自然警方没有准备赎金，但他们想要抓到绑匪，因此在约定地点布控，但绑匪没有出现。3天后，朱莉的尸体在林肯郡的田野被发现，这里距离利兹超过80公里。警方推断朱莉的死因为后脑的2次钝击伤，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警方对绑匪的信件做了深入的研究，但始终没有进展。更可气的是，绑匪在事后还写信详细讨论了事件过程。他对朱莉的被杀归结于警方的无能，并且他的关注点是朱莉在被杀时没有任何痛苦，他是在昏迷的情况下被击打2次后扼颈身亡的。也就是说，受害者的真正死因是凶手告知警方的。此案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整个过程令警方蒙羞。而6个月后发生的这起绑架案，有许多细节让警方认为绑匪就是杀害朱莉的凶手。鉴于此案的特殊性，警方在案发1周后的1月29日中午12点10分召开了秘密的记者会。警长菲尔·托马斯朗读了绑架案的简报，但为了人质的安全，他要求此案不得公开报道。相应的，作为补偿，他承诺在案件侦破后允许媒体采访当事人，以及深度拍摄与案件有关的所有现场。托马斯还强调，绑匪非常狡猾，任何不当的言论都将威胁到人质的安全。所有与会媒体听完托马斯的话，都对此案非常感兴趣。
他们知道所有人正在经历一起特殊案件的侦破过程。其实当时的办案人员心中都认为可能会有一个不好的结果。根据斯莱特的工作计划，警方来到斯莱特当天最后去过的地方。当时他去见一个叫沃尔的客户看一所房子，那是2排双拼别墅中的其中一套。这所房子有些特殊，它紧靠着一条小路，由于绑匪还有可能在附近监视，法医不得不乔装成装修工人进入房子。在房子里，法医发现了新鲜的血迹。另外，绑匪选择这座房子应该也是精心挑选过的，因为房子的3面都是道路，绑匪的车可以停在任何地方，而房子的后面还是一片被树木围绕的草地，这有利于作案后离开现场。Hello, tell me what? Speaking. Have you got the money? Hello? Have you got the money? Who's this, please? Never mind. Have you got the money? I'm getting it, yeah. 3 o'clock. 这是绑匪打给莱斯特的老板凯文的第一通电话。电话里，绑匪要求凯文在1月29日带着赎金前往曼彻斯特东部的格罗索普车站，具体时间到时候再告诉他。在凯文接到电话后，伯明翰警局从中部地区的其他郡调来了重案组的精英警员，组成了豪华的临时调查组。组里每一个成员都经验丰富，其中不乏有各个专业的顶尖人才，总人数超过1000人。他们有条不紊地为投放赎金做着准备，因为这是抓捕劫匪最好的机会。同时，这其中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因此所有工作都必须足够细致。警方准备了无线电通讯工具以及大大小小的民用车辆作为跟踪用车。与此同时，警方还专门派了一名女性警员埃莉贝克以亲属的身份来到斯莱特家中，并与斯莱特的父母沃伦和贝蒂住在一起。这么做一方面可以安抚这对夫妻，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斯莱特是夫妻2人领养的，并且是家中唯一的孩子，但他们的关系甚似亲生。夫妻2人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无助，艾丽的到来令夫妻2人安心一些。她受过专门的谈判训练，如果绑匪打电话给沃伦和贝蒂，那每一句回答都将是至关重要的。夫妻2人告诉艾丽，斯莱特在成为房地产销售之前对音乐很着迷，他还喜欢宠物和旅游。就是这么一个乐观向上的女孩，竟然遭到了绑架，这让他的家人和朋友感到绝望。贝利在墙上贴了很多便条，上面写着他所预测的一切。这么做可以让夫妻2人在应对时胸有成竹，并且更加自然。在斯莱特失踪1天后，他的父母接到了第一个电话，但对面播放的是斯莱特的录音。斯莱特提到昨天的一场比赛的比分，这是绑匪为了证明斯莱特还活着特意加入的。虽然准备的便条没有派上用场，但这一来电是对斯莱特一家的安慰，同样也是对警方的鼓舞，因为至少斯莱特还活着。1月28日，绑匪再次打电话给凯文，询问钱有没有准备好。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要求凯文在第2天到达格罗索普车站后寻找一个电话亭，一个唯一的电话亭，在那里他将会得到下一个指令，出发时间为下午3点，不要开得太快。警方监听了这通电话，他们从短短几句通话中确定了几件事情。首先，绑匪的声音不是伪装的，就是他本来的声音。其次，他有些急躁，而急躁对于警方来说算是个好消息，但对于斯莱特来说则刚好相反。急躁更容易让绑匪成为一个危险的人。在确定了交赎金的时间后，数百名身穿便服的警员开着各种车辆像网一样洒向目标地点，看不见的硝烟在此时燃起。而独自带着现金的凯文在行动中被称为信使，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行动成员。凯文自己也认为他义不容辞，并且他还在短时间内学会了使用无线电与警方保持联系。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他的车上和钱袋里都安装了当时极为少见的跟踪装置。在大约2个多小时的车程中，为确保不被绑匪发现，警员采取了交替跟踪的方式，并尽量让凯文的车始终保持在视野范围内。
在凯文的视角，除了无线电中断断续续的声音，看不到任何警员。他必须自己处理遇到的任何情况。整个行动悄无声息，却又是一场不能出错的直播。斯莱特的生死将与这个勇敢且没有任何经验的老板息息相关。夜幕缓缓降临，这场大型追捕直播仍在继续。晚上6点多钟，凯文到达了格罗索普车站。在车站前确实有一个显眼的电话亭，警方远程监听了公用电话，但绑匪并没有打电话，而是在电话亭里留了一张纸条。下一站是30公里以外的奔宁荒野，途中的奥斯普林还有另一条消息。奔宁山脉是英格兰北部的高地，被称为英格兰的脊梁。英国最古老的长途步道就在这里，总长度达429公里。冬天的奔宁荒野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地方，警方即使有着超过500人的行动组，但听到奔宁荒野几个字也感到力不从心。趁着凯文短暂的停留期间，警方部署了周围警员的行动路线。因为奔宁荒野人烟稀少，同一时间有很多车辆通过会引起绑匪的警觉，所以部分警员将提前开到周边地区后改为步行进入布控范围。凯文踩下油门离开格罗索普，开向奔宁荒野。不久后天气开始变糟，渐渐的公路被浓雾笼罩，无线电的信号也越来越弱。一段时间后，凯文进入山区，这里大多是路况糟糕的山路，此时的能见度越来越低。前方不远处就是南约克郡的奥克斯普林，那里正是绑匪所说的下一个信息点。凯文在奥克斯普林找到了一个电话亭，并在电话亭里找到新的留言，内容是原路返回到十字路口会有新的指示。果然在十字路口有一个凯文地产公司的标识，下面还有一个箭头，而箭头所指的方向是一条仅能通过1辆车的狭窄道路，这意味着跟随凯文的车辆无法继续前进，而提前布控的警员们也仅有几人到达了该地区附近。绑匪选择这条路简直是无懈可击。看着凯文的尾灯渐渐模糊，警员们感到沮丧，因为接下来凯文将独自面对绑匪，能够支援他的只有几个在好几公里外摸黑步行的警员，他们被称为稻草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中，稻草人的行动异常艰难，他们同样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凯文缓慢地行驶在小路上，并按照电话亭纸条上的信息寻找左手边的物体。凯文的车被包裹在浓雾中，这个勇敢的老板此时也和斯莱特一样命悬一线。大约150米后，他看到左手边有一个摆放着袋子的托盘和一块写着停车的木牌。凯文按照木牌的指示将现金装进托盘的钱袋，这一动作将使安装在原来钱袋的跟踪装置毫无作用。更糟糕的是，凯文的无线电装置也出现了故障，此时他的遭遇警方一无所知。当凯文将赎金放在托盘上后，托盘连同钱袋一起掉进了山谷。一段时间后，当警方来到现场时，才发现停车标志设在一条废弃的铁路桥上，要从桥上来到谷底需要绕很长一段路。他们确实找到了托盘，但赎金不见了，四处没有任何人的迹象。尽管难以相信，但事实就是行动失败了。1000人行动组不但没有抓到绑匪，还将赎金弄丢了。而且警方所面对的绑匪是个心狠手辣的杀人犯，他没有理由让唯一的人证活下去。现在人质的生命岌岌可危，对于所有参加这次行动的警员来说，这是一次难以忘怀的惨败。伯明翰指挥部的长官不得不承认，这次行动是一场灾难。警方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面对媒体，如何继续调查，那是一个至暗时刻。但就在1月30日凌晨1点，事件发生了非同寻常的转变。斯莱特回家了，他被送到距离家只有几十米的地方。在送他的车开走后，他拿掉了眼罩。就这样，他回到了自己的家。艾丽和他的父母是最早看到他的人，他激动万分地和父母拥抱。一旁的艾丽则联系了法医，希望能在斯莱特身上找到有用的线索。当时斯莱特的头发很凌乱，满脸都是化开的妆容，
看起来疲惫不堪，显然他受到了惊吓和创伤。当斯莱特回家的消息传到伯明翰指挥部时，大家都非常高兴，但这依然没有改变头号绑架犯从天罗地网中溜走的事实。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找到这个家伙。根据斯莱特的描述，他被送到离家不远的路口，可惜那晚警方没有在斯莱特家附近进行监视，所以没有看到当时的具体情况。但幸运的是，有目击者看到了斯莱特下车的过程。目击者就住在街角，他是一名油漆工，所以对色彩比较敏感。他当时看到有个女孩蒙着眼睛从车上下来，看起来非常可疑，所以就定睛多看了几眼。那是一辆很少见的朱红色的汽车，车牌被牛皮纸挡住了，开车的是一名男子，他戴着铁路纪念品的黑框眼镜，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警方根据目击者的描述绘制了嫌疑人的画像。第二天中午，警方召开了记者会，警长托马斯不得不将昨晚追捕过程向媒体公布。许多媒体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绑匪就这么拿着大量现金逍遥法外了吗？这次动用了如此多的警力，为何没有抓到绑匪？英国史上最大的追捕行动为何会成为一场闹剧？绑匪是如何从1000名精英警员的包围中从容逃跑的？显然托马斯有所准备。他说，从这次行动中我们学到了很多，现在已经开始调查并力求抓获绑匪。托马斯也兑现了如果斯莱特获救会在第一时间接受采访的承诺。当时距离斯莱特获得自由还不到12小时。斯莱特无疑是对案件细节最了解的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案子竟然引起这么多人的关注。面对记者的连续提问，他表现得很平静。对于斯莱特来说，他不想成为焦点，也不想回忆痛苦的经历，他只想洗个澡，好好睡上几天。记者会结束后，斯莱特被送到了一家私人医院的套房，在那里警方使用了当时先进的认知访谈，这可以系统地帮助斯莱特回忆在被绑架时的细节，并将这些碎片拼凑起来，协助警方找到有用的线索。斯莱特从被绑架开始就一直戴着眼罩，所以他不知道自己被关在哪儿，但还是可以从他听到闻到什么来得到一些信息。他说他被迫使用一个桶上厕所，确切地说他是住在一个横放的桶里。桶的长度无法让身体伸直，也不能在里面扭动，因为桶的上面放着砖块，一有动静砖块就会发出声响。他的双手和双脚都被铁链捆绑，一段时间后他几乎感觉不到身体其他部分的存在。当时斯莱特唯一能做的就是思考，他不知道接下来的每一分钟将会发生什么。斯莱特告诉警方，在被押的第一个晚上，绑匪侵犯了他。当时他从眼罩的上沿依稀看到房顶是古老的木质结构。在被关在桶里时，他听到绑匪多次在远处打电话，这说明房间比较大。绑匪说话带有北方口音，每次绑匪靠近他时都会将收音机打开，收音机的节目通常是广播2台，还有房间里有一个微波炉，从声音判断应该是老旧的型号，并且位置也比较远。斯莱特非常了不起，他所描述的细节单个看来都不那么重要，但将它们联系起来就可以形成相当完整的画面。斯莱特还告诉警方，在恐惧中度过几天后，他决定安抚绑匪，这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自救的方法。他没有反抗，没有争辩，相反，他试着和绑匪聊天。没想到的是，绑匪很健谈，有时也会开玩笑。警方认为这可能是斯莱特得以存活的重要原因。相比斯莱特，朱莉的性格则完全不同。她的性格外向，甚至有些暴躁。从绑匪的信中可以看出，朱莉会和他争辩，甚至反抗。此外，斯莱特还说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在绑匪收到赎金的当晚，大约是10点多钟的时候，绑匪回来说：“你快自由了。”他戴着眼罩坐上了车的副驾。最初的一段路上有急驶的声音，接着就左转进入平坦的道路。途中，根据车辆的行驶速度，他感觉自己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间大约为2小时。还有，他提到可以听到火车开过的声音，以及火车通过的大概频次。斯莱特向警方提供了非常多极为重要的线索，
警方根据这些线索，大致画出了绑匪所在的范围，是一个约瓦克以北的三角形的区域。接着，警方对该区域进行了仔细的搜索，同时还成立了朱利案和斯莱特案的联合调查组，对两案进行并案调查。助理警长汤姆·库克还将两案的重要线索交给媒体，并录制了名为《犯罪观察》的记录影片，其中包括了绑匪的声音、信封、信纸、绑匪的画像等警方掌握的一切线索，并在黄金时段向公众播放。节目播出后，超过1200万人观看了影片，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警方还因此获得了意外的收获，绑匪竟然给警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表达出对斯莱特及其家人的歉意。他还在信中多次提到他从未杀过人，这颇有些此地无银的感觉，因为任何没有杀过人的人都不会强调自己没有杀过人。显然，绑匪想和朱利案划清界限。在警方看来，这封信反而更能证明绑匪就是杀害朱莉的凶手。此外，警方还接到了超过 1.3 万通电话，其中的一通电话令警方感到振奋。拨打者是一名女士，她说节目中绑匪的声音和她的前夫很像，而且她在1周前的一场葬礼上刚刚见过前夫，他开的就是朱红色的汽车。同时她还是一个铁路迷，但她说了一个细节，有些出乎意料，她的前夫只有一条腿。很快警方找到了这名女士的前夫麦克·萨姆斯，当时51岁，他居住在特伦特河畔的萨顿，而且萨顿正好在之前警方推断的三角形区域中。接着3名警员驱车赶往萨顿，麦克的家并不难找，开门的是麦克的妻子蒂娜，他说麦克不在家，然后给了警员麦克的作坊地址。麦克的作坊在约瓦克，距离他的家约有10公里。当警员们在一个牌楼处右转后，看到了集市，这与斯莱特的描述惊人的相似。在接近目的地后，警员们下了车。这里的房子都有些年头了，很多房子的房梁是木质结构的。警员们深切地感到他们正在接近真相。在走上一个斜坡后，他们看到了一辆朱红色的汽车。他们上前敲了敲门，开门的是一个步履蹒跚的男人，他双眼环顾四周，显得非常警觉。警员们看向屋内，老旧的木质房梁、旧电话、微波炉、播放广播2台的收音机，简直是天衣无缝。迈克尔·萨姆斯因涉嫌绑架斯莱特被逮捕。迈克尔在生活中是个失败者，他对警方有着巨大的仇恨，其原因要追溯到1978年。那一年，他因汽车保险诈骗而被定罪，在他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此他非常怨恨警方。在被关押期间，他抱怨膝盖疼痛。起初他只是想在医院里过一段轻松的时光，没想到他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他的一条腿因此被切除。迈克尔将这一切怪罪于警方。在审讯室里，他垂头丧气地承认了绑架了斯莱特，那是对警方的报复，但他坚决否认杀害了朱莉。因此警方需要找到新的证据来证明他就是杀害朱莉的凶手。因此警方对迈克尔的家和他的作坊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他们在窗台下发现了人类的血迹，那是一种罕见的血型，占比约为 6.4%， 而朱莉刚好是这种血型。但这还不够，当迈克尔被转运到米盖尔斯警察局时，他说是要去米盖尔特警察局吗？这是一个拼写错误，而这个错误曾出现在杀害朱莉的凶手寄给警方的信中，这说明凶手的那些信就是迈克尔写的。但无论警方如何审问，迈克尔始终否认杀害了朱莉。接着警方从笔记入手，他们让迈克尔双手写字，并交给笔记专家鉴别。结果是迈克尔的笔记与凶手的笔记相符。对迈克尔不利的证据越来越多。此时的迈克尔改口说他有一个同伙，或许是他杀了朱莉，但他现在带着钱跑了。警方认为他在撒谎，但需要证明这一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到赎金。之前警方在迈克尔的家中和作坊找到了2万英镑，
能不能找到其余的钱，成为是否能指控他犯有谋杀罪的关键，而这又是一项巨大的工程。要知道，一个人藏东西，10个人也未必能找到。况且约瓦克附近有大片农田，要找到一个小小的钱箱就像大海捞针。但警方知道迈克尔是个铁道迷，他选择交赎金的终点就是一座废弃的铁路桥，而在迈克尔的作坊附近只有一条铁路。于是警方出动了30多名警员，他们携带着探测工具，沿着铁路沿线开始寻找。经过不懈的努力，警方终于在一处荒地的地下2米处找到了一个钱箱，但钱箱里只有大约一半的钱，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接下来的整整1天里，搜索小组都毫无收获，但警员们没有放弃，第2天继续寻找钱箱。这一次运气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冰柜，里面正是另一半赎金。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警方终于用行动一雪前耻。1993年6月9日，迈克尔·萨姆斯因绑架罪和谋杀罪被起诉，他在诺丁汉刑事法院接受了审判。1个月后的7月8日，陪审团做出了有罪判决。在法官宣判的一刻，迈克尔面无表情，他那双犹如深渊的眼睛令人印象深刻。最终，迈克尔·萨姆斯被判处4次终身监禁。斯莱特在此次事件中身心俱疲，他如同经历了炼狱。2017年，50岁的斯莱特因病去世。迈克尔在被定罪的第2天向警方承认了是他杀害了朱莉。现年82岁的迈克尔成为英格兰年龄最大、服刑时间最长的罪犯之一。他最近一次假设申请被拒是在2023年4月。